鏖战深渊大海，反击钢铁守卫，跨越尖峰科学与机械生命，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斩断的滚烫血脉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海贼王1063话，我唯一的家人已更新，意想不到的激战拉开序幕。福叶继续短期连载，《吉亚马无感情海游记》第21期，甜点三强星之一的夏洛特克利亚不敌神秘的入侵者，被彻底冻结。他痛苦地伸出左手，似乎想阻止什么。夏洛特布雷正在旁边痛哭，他的妹妹布林已经被2个人影带走，对方的目的究竟是？真是太好吃了，索隆他们好慢啊！等他们来了，肯定会被这个做饭机器吓到。山治会不会生气啊？干饭三人组在无人料理机的款待下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，不愧是罪恶劣世代。阿特拉斯看着自己的发明大受欢迎，也是成就感满满。你们真能吃啊！4个人的肚皮都胀起来了。老夫原本就是这样。角落里，一只机械犬正在清理路飞他们留下的餐盘和饭盒。独特的废品回收利用系统能够将垃圾咬碎吞噬，转化成新的材料。那么再见了，我要接着闹了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阿特拉斯和众人挥手告别，又是一个火箭喷射，直接撞到宇宙怪兽脸上，投影又被打飞一次。这算什么工作啊？就在他们身后，一群穿着奇怪的人正默不作声地往城镇深处走去，引起了众人的好奇。这里是研究所，8成是研究人员吧？盛平转身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街道上的人突然多起来了。这几个人影直到刚才都还没有的，可能是在提防我们吧。明明这里是南国，却还穿着这么重的衣服。波尼和盛平正看着这些奇装异服，路飞又闹出了新的动静。一阵浓烟和尖叫后，宇宙少年草帽闪亮登场，脚踩宇宙残靴，全身包裹长袍，左耳紧贴接收器，化身全副武装的太空战士。那醒目的 SSG 字眼，即是未来国度的魅力所在，也暗藏着海军特殊部队的力量。哇，好轻的衣服，还很凉快。哎，你这衣服哪里拿的？这里。路飞指了指旁边的机器，竟然是一台主打时尚风格的自动换装设备。贝加庞克神奇的发明，不光是食物，连衣服都能做出来。波尼被海水浸湿的衣服，早就想换一套了。菜单面前一排选项，毫不犹豫就点了战斗服。整台机器开始运作，机械手臂自动伸出，瞬间把旧衣服全部脱掉，换上了最新的潮流款式。宇宙服搭配安全盔，再来一副太空墨镜，专属于团宠的宇宙探索风，萌度爆表，是未来。太空靴配花衬衫，科技格调碰撞休闲主义，专属于海峡的海滩度假风，赶走炎热。毕竟是南国，变装正好合适，也不容易暴露。科学战衣贴身包裹，性感武装飒爽亮丽，专属于少女的战斗技术风，俏皮活泼。好轻，这鞋子像是浮起来一样。填饱了肚子，又换上了新衣服。波尼准备去干正事了。接下来我打算去搞点武器，然后去找贝加庞克算账。我就先走了。喂！路飞突然喊住波尼，因为他看到了熊。只见远处的街道上，一个壮硕的身影无视其他行人，正在朝他们径直走来。难道是被盯上了？路飞仔细一看，对方拥有大熊般的庞大身躯，全副警装如神兵天将，胸前闪耀的紧张星辉以及硕大的 Police 字眼，无不宣告着这名战士捍卫岛屿安宁的坚定意志。不知道是继承自王下七武海，还是和平主义者的冷酷神情，熟悉而危险。总之，我们先跑吧。路飞马上察觉到了危险气息，同一瞬间，警卫熊也察觉到了目标的动向，突然一个加速，朝着路飞狂奔而来。口中迅速激起强烈激光，果然与和平主义者一样，拥有强劲的火力。波尼盯着那熟悉的面孔，一时出了神。夺目而致命的闪光掠过眼前4个人影，警卫熊终于开口，一板一眼的宣判罪行：吃霸王餐、盗窃衣服以及损坏公务罪。原来是要钱的吗？路飞直接傻眼，白嫖一时爽，还钱修罗场。刹那间，炽烈激光爆轰而至，和滚烫热浪一同掀起的，还有冷酷无情的杀意。路飞小队险险避开，不忘狡辩2句：明明是我被打飞后，食物自己出来的。不就是没给钱吗？有必要干掉我们吗？警卫熊的攻击毫不留情，路飞和盛平也不敢大意了。我们要反击才行，不然就危险了。对海贼来说的话，这就是正当防卫了。路飞跃入半空，3档铁拳瞄准大熊，而对方掌中的激光也已死死锁定目标。电光火石间，路飞突然发现波尼已来到身旁，飞起一脚直接将他踢倒。等一下！路飞被波尼踢翻，重重砸在地上，与雷射光炮擦肩而过，又是一场剧烈轰炸，差点终结2人性命。路飞从废墟里爬起，生气地喊向波尼。不明白为什么他要阻止自己的攻击，然而此时波尼的神情却有点奇怪。警卫熊口中再次积聚起强烈激光，这一次他瞄准了眼前一动不动的波尼。少女看着那副脸庞，泪眼婆娑。那是我的父亲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人。路飞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之前波尼说自己的父亲被变成了改造人，原来就是指巴索罗缪大雄。所以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父亲。那铁皮之下残存的往日痕迹，唤起埋藏于内心深处的炙热真情。少女失声痛哭，泪水决堤。纵然是毫无思想的机械傀儡，对故人身姿的拙劣模仿，也能稍稍慰藉一个女儿追逐至今饱尝风霜的艰辛苦难。笨蛋，快躲开！那可是和平主义者啊！
波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。路飞想在雷射激光炸裂的一瞬间上前营救，一声巨响，单间岛一侧发生剧烈爆炸，岛屿沿岸完全毁灭。与此同时，新世界某处海域上，另一场激战正在发生。黑屋子海集团主舰吉贝克支舰号引爆惊涛骇浪，全力追杀猎物。地奇的恐怖力量掀动整片大海，潜藏在深海中的极地潜水号也开始招架不住，船身被强烈冲击损毁，开始进水。要是再被打中一发，潜水艇会被水压摧毁的，只能上浮了。怎么办？我们逃不掉了。朝陆地最近的东北方向走。潜水艇内乱作一团，船长特拉法加罗却十分反常的没在指挥，似乎神情十分痛苦。终于，他故作严肃地喊出了命令：做好战斗准备，动作快！死亡外科医生，最恶劣世代，令世人惧怕的冷酷海贼，刚刚将2名四皇拉下马，血染金31倍里的强者，此刻竟然完全变成了身材火辣、英姿飒飒的妙龄少女，连带着身后的团宠背波也完全变成了一头可爱母熊。船长好可爱啊！即便自己也变成了女人，夏琪依然被罗的美貌折服，激动地抱紧佩金。佩金立刻大喊不妙。很快，佩金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异变，瞬间转化成女性的身躯。一种怪病正在红星海贼团内传播，只要接触到中招的人，就会立刻变成女人。但是在对四皇的战斗中学到了，应该是能打破的。用更强的霸气可以让能力无效化。罗积聚起全身霸气，试图挣脱这怪病的诅咒。在一片混乱中，极地潜水号浮出海面。罗一声怒吼，爆发出新的力量，成功将身体变回正常。哦，把疾病解除了吗？不愧是30亿的人头。不过，就算解除了疾病，有了抗体的家伙还是会传染，很有趣，不是吗？变成女人的病。原来一手制造这场怪病危机的，正是黑屋子海贼团9号船船长死神卢 Q， 拥有秘密果实的邪恶船医巴杰斯往岛那边移动。黑屋子海贼团3号船船长音乐范奥卡，拥有瞬影果实的顶级狙击手，示意巴杰斯开始行动。下一个瞬间，巨汉已经从吉贝克支舰号上完全消失。同一时刻，红星海贼团登陆的岛屿上风开始不同寻常的晃动，危险正在逼近。海贼们惊诧地发现，在那一阵地动山摇之后，一个人影竟然稳稳站在山岩之下，仅凭双手就撑起了擎天巨石。巴杰斯把整座山举起来了。不对啊，他是什么时候上岛的？怪力传染，瞬间移动，恶魔果实狩猎队全员，竟是些不讲道理的能力，难怪他们的悬赏金会上涨得这么快。山要掉下来了，巴杰斯将整座山砸向红星海贼团，罗立刻出手，升起神秘波纹，瞬间将巨大山岩切成碎块。一场危机刚刚化解，天空中又传来一阵笑声，令人不悦，危机四伏。好久不见啊，特拉法加罗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别这么说嘛，你我都是最恶劣世代，不是吗？四皇黑屋子马谢尔蒂蒂奇正驾驭着一匹飞马，朝着猎物缓缓飞来。他的脚下是毒 Q 以及他的爱马，吃下了妈妈果实幻兽种，变成了天马的壮壮，羸弱不堪又异常顽强。啊，提督，壮壮说你很重啊。啊，好像也包括我。草帽小子，基德还有你们从和之国一起出航，我还在想到底谁会到这里来。凯多和比格曼落马可是让世人都震惊了啊，心情舒畅啊。你们得到几块路标历史正文了啊，现在通通归我了。情况一致嘛，那就赢家通吃，通往王座的荆棘之路，强者碰撞，激战必至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63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不休刊，继上一话突然出现了 CP0 小队之后，本话剧情再次出现神展开。没想到和之国起航后，这么快又能见到特拉法加罗。这一次黑屋子带上了自己的创业团队，来夺取通往拉夫德鲁的关键钥匙。这群家伙不仅狩猎到了恶魔果实，还全都是一些相当棘手的力量。黑团实力正在急速膨胀。另外一边，单间岛的冒险随着熊的出现也开始进入正题。但熊究竟为什么会被改造？波尼在圣地又见到了什么？路飞又开启了拯救公主的支线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